你是不是也发现，人到了某个年纪，最让你心累的，往往不是外面的风风雨雨，而是身边那些牵扯不清的关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对家人、对亲戚掏心掏肺，能帮就帮，最后换来的却常常是心寒，甚至是狼心狗肺？这几十年来，有太多的朋友来找我喝茶，他们一坐下来，常常是眉头深锁，甚至眼泪直流。他们总问我，师父啊，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，对亲戚也是尽心尽力，为什么老了却换来一身的埋怨，弄得晚年鸡犬不宁？其实这在佛法里，我们称之为怨憎会苦。什么是怨憎会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越不想面对的纠葛，越是缠着你，你越是想用委曲求全来讨好的关系，越是让你痛苦。我们总以为血缘是世间最坚固的纽带，以为只要不断付出就能换来家庭的和睦，但我们都忘记了，人性的贪婪是没有底线的。如果亲情之间没有界限，没有分寸，那条名为血缘的纽带就会变成一条勒住你脖子的绳索，让你的晚年喘不过气来。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几个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。人到晚年，无论你多念旧情，多看重血缘，一定要学会远离这几种亲戚，心不狠则不安宁。请记住，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佛法里说的至悲，带有智慧的慈悲。守住界限才是对你自己，也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。在佛法里，我们常说世间有6道轮回，其中有一道叫做恶鬼道。你们知道恶鬼长什么样子吗？佛经上形容，恶鬼的肚子大得像一座山，可是他们的脖子却细得像一根针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永远吃不饱，永远都在饥饿，永远都在渴望。你给他再多的东西，他也吞不下去，只能在无尽的索取中痛苦挣扎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有一种亲戚，他们的心里就住着一只恶鬼。我有个老信徒，我们叫他老林吧。老林是个很老实的台湾人，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做大夜班，省吃俭用，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付出。好不容易退休了，手边存了一笔养老金，本来想着晚年可以含饴弄孙，到处走走看看。老林有一个侄子，从小看着长大，这侄子嘴巴甜，但做事总是不踏实。前几年，侄子说要结婚买房，缺个头期款，跑来找老林哭诉。老林心软啊，想着是自己的亲侄子，就掏了200万出来帮忙。没过2年，侄子又来了，说现在上班太累，想自己创业开咖啡厅，又来借钱。老林虽然犹豫，但经不住侄子的软磨硬泡，又拿了100万出去。到了第3次，侄子跑来说，现在有个投资案，稳赚不赔，开口就要借500万。老林这次真的没办法了，那是他最后的老本，还要留着跟老伴看病养老用的。老林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拒绝了他。你们猜结果怎么样？那个侄子当场翻脸，指着老林的鼻子骂，阿伯，你这么有钱，几百万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把钱带进棺材里有用吗？我看错你了，你根本就是个自私自利的老头。从那天起，这个侄子到处在亲戚间放话，说老林越老越小气，看不起穷亲戚，甚至连过年都不来拜年了。老林来我这边的时候，整个人气得发抖，血压飙高，好几天都睡不着觉。他哭着问我，师父，我帮了他10次，只要1次没帮，我就成了千古罪人。我的善良难道错了吗？我拍拍老林的肩膀，告诉他，老林啊，你的善良没有错，错的是
你的善良没有长出牙齿。各位朋友，你想想看，当你面对一个无底线索取的人，你每一次的妥协，每一次的心软，真的是在帮他吗？其实不是的。在佛法看来，你这不叫慈悲，你这是在滋养他的恶业。你不仅把他的胃口撑大了，还让他觉得不劳而获是理所当然的。佛经里有一个很经典的公案，从前有一位禅师住在山里修行，山下有个懒惰的村民，知道禅师慈悲，天天上山要米要菜，禅师总是笑着给他。后来村民要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要衣服，要锅碗，最后甚至要禅师把修行的茅草屋让给他住。这一次禅师没有笑，禅师拿起扫帚，狠狠地把这个村民打下山去。村民满身是伤，坐在山下大骂禅师无情。可是骂着骂着，他突然摸摸自己的手脚，心想，我有手有脚，为什么要靠一个出家人养我？从那天起，村民开始自己耕田，最后终于能自食其力，过上好日子。多年后，村民带着自己种的米上山供养禅师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。禅师这才笑着说，当年打你是为了打醒你心中的贪鬼啊。各位朋友，佛法讲究智悲，也就是要有智慧的慈悲。没有智慧的善良，就像是把水倒进无底洞，不仅耗干了你自己，也淹死了对方。到了晚年，你的钱财，你的精力，都是你这辈子风里来雨里去，拿命换来的。这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更不是用来填补亲戚无底洞的。面对这种把你的付出当理所当然，只知道索取不懂感恩的亲戚，你一定要学会果断远离。不要怕被亲戚说闲话，不要怕被扣上无情的帽子。你要知道，拒绝他们，切断他们的依赖，逼着他们自己去面对人生的因果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。守住你的老本，守住你的界限，把你的善良留给那些懂得感恩的人，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把心肠硬起来，你的晚年才会迎来真正的安宁。刚才我们说了贪，现在我们来聊聊佛法三，独贪。嗔，吃里面的吃。什么是吃？吃就是愚痴，就是看不清事物的真相。有一种亲戚，他们不图你的钱，也不找你帮忙，但他们最喜欢做一件事，就是搬弄是非。他们的心被嫉妒和无明蒙蔽了，见不得别人好，非要把别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，他们心里才舒坦。这在佛法里就叫犯了两舌的口业。我有一位女性朋友，大家都叫她陈阿姨。陈阿姨为人热心，把2个孩子拉拔长大，孩子们也都很孝顺，各自成家立业。本来这是一个很圆满的晚年，但陈阿姨却常常被家族的 LINE 群组，还有逢年过节的亲戚聚会，搞得整天闷闷不乐。陈阿姨有个妯娌，平时最喜欢东家长西家短。有一回过年聚餐，这个妯娌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酸言酸语地对陈阿姨说，哎呦，听说你儿子今年升经理了，赚那么多钱，过年怎么没带你出国走走啊？我看隔壁老王的女儿带他去日本住了好几天呢。你儿子是不是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啊？这几句话就像一根刺，深深扎进了陈阿姨的心里。原本陈阿姨体谅儿子工作忙，要养小孩，从没计较过出国的事，但被亲戚这么一挑拨，陈阿姨回家后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生气。没过几天，陈阿姨就因为一点小事跟儿子大吵了一架，甚至把媳妇也骂了进去。好好的一个家，就因为亲戚的一句闲言闲语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母子之间甚至好几个月都不讲话。陈阿姨来找我诉苦的时候，哭着说，
师傅，我怎么生了这么个不孝子？我听完叹了一口气，跟陈阿姨说，阿姨呀，你不是生了个不孝子，你是中别人的毒了。别人随便丢了一包垃圾给你，你不只接了过来，还把它当成宝贝放在心里，天天闻它的臭味，这不是太傻了吗？各位朋友，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亲戚？他们最擅长添油加醋，捕风捉影，他们把小事说大，把好事说坏，在你面前说他不好，在他面前说你不对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如意，所以需要透过贬低别人，看别人的笑话，来找到一点可怜的优越感。这种人就像是一颗老鼠屎，能坏掉一锅好汤。你如果去跟他们争辩，去跟他们解释，你就输了，因为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你也永远无法让一个满嘴是非的人闭嘴。那佛法教我们怎么应对呢？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僧团里也有一些喜欢捣乱、搬弄是非的僧人。弟子们问佛陀，该拿这些人怎么办？佛陀只教了2个字，叫做默多。什么是默多？默就是沉默，遮就是排斥、无视。意思就是说，遇到这种人，你不要理他，不要跟他对话，把他当作空气，他闹他的，你过你的。当他发现自己的挑拨离间在你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时候，他自己觉得无趣，自然就会离开了。我们历史上有一段非常有名的佛教公案，叫做寒山问拾得。有一天，寒山禅师问拾得禅师，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误我、骗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们听拾得禅师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你只要忍他，让他，由他，避他，耐他，敬他，不要理他。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是啊，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造口业的人终究要承担自己的因果，而我们到了晚年，岁月已经不多，精力也大不如前，我们哪有时间去跟这些无聊的人瞎搅和？人到晚年，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存折里的数字，而是清净的心。面对那些喜欢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的亲戚，不要犹豫，一定要果断远离。退群组也好，少碰面也罢，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不烦。不要让别人的嘴干扰了你人生的修行，不要让亲戚的闲言闲语破坏了你家庭的和睦。远离是非之人，你才能守住内心的清净，才能把晚年的日子过得像清水一样透彻、安宁。前面我们聊了无底线索取的贪，还有搬弄是非的痴。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最折磨人、最容易让人心生怨恨的嗔。什么是嗔？嗔就是心中的怒火、怨气与无奈。在亲戚关系中，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惹起你的嗔恨心，让你活得最窒息？答案是那些满嘴我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，喜欢用道德绑架和情感勒索来控制你的亲戚。这一次我想讲讲张大哥的故事。张大哥今年60多岁了，是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穷，创业初期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当时他的一位远房表哥借了几万块钱给他周转，让他度过了最难的关头。这份恩情张大哥记了一辈子。后来他生意做起来了，每年过年过节总是提着大包小包去探望表哥，表哥家里修房子、娶媳妇，张大哥也都是出钱出力，给的红包从来没少过。他觉得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，可是这份感恩最后却成了绑架他晚年的枷锁。前几年表哥的儿子做生意失败，欠了一大笔债，
天天被债主追上门。表哥跑来找张大哥，一开口就是要借1000万替儿子还债。张大哥吓了一跳，他虽然有点积蓄，但1000万也不是小数目，那是他准备留着养老跟给孙子出国读书的钱。张大哥婉转地拒绝了，说可以帮忙几十万救急，但实在没办法拿出1000万填这个无底洞。没想到表哥当场就翻脸了，他坐在张大哥家的客厅里，拍着桌子大骂：好啊你个老张，你现在发达了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忘了当年你穷得没饭吃的时候，是谁借钱给你的？没有我当年帮你，你有今天吗？你现在看着我亲生儿子落难，居然见死不救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根本就是忘恩负义，冷血无情。表哥甚至跑到其他亲戚那里去哭诉，说张大哥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张大哥来我这边的时候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他说：师傅，难道我当年借了几万块，我这辈子连同我的养老金都要全部赔给他吗？我不帮，我心里过不去。我帮了，我自己的家就要毁了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熟悉？听到这里，你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亲戚？如果有，可以在留言区打个正一，我们一起把这些委屈吐出来。有些亲戚总喜欢拿着过去的一点小恩小惠，或者仗着自己是长辈的辈分，高高在上的对你指手画脚。你不顺从他，你就是不孝；你不答应他，你就是忘恩负义。他们用亲情这顶大帽子把你压得死死的，让你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。但在佛法看来，这根本不是亲情，这是执念，是捆绑彼此的恶缘。佛法讲究因缘法，世间的一切相遇，一切帮助都是缘起。别人帮了我们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回报，这叫了却因缘。但是报恩不是拿你的人生去陪葬，因果是各自承担的。表哥的儿子造下的债务，那是他自己的业力，必须由他自己去承受，去解决。如果张大哥今天为了所谓的报恩，拿自己的养老金去填补那个无底洞，这不叫报恩，这叫愚痴。这不仅毁了自己晚年的安宁，更剥夺了对方成长负责的机会。真正的感恩是双向的，不是单方面的勒索。真正的长辈是慈悲包容，而不是用道德来绑架晚辈。人到了晚年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你最该孝顺，最该对得起的其实是你自己，还有你身边那个陪你吃苦的伴侣。面对那些喜欢用恩情、用辈分来压榨你的亲戚，你一定要学会看破因缘，勇敢地说不，不要害怕被别人贴上忘恩负义的标签。当你还清了该还的恩，剩下的就是别人的贪婪了。对于别人的贪婪，你没有义务去买单。学会拒绝，学会斩断这些消耗你的关系，切断这些道德绑架，你的心才不会升起嗔恨，你才能真正放下重担，还给自己一个自由、安宁的晚年。各位朋友，在进入我们每天能做的微小行动之前，师父想再深入聊聊亲戚关系里最隐蔽、最容易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散尽家财的2个陷阱，也就是佛法里面说的慢与直。我们先来谈谈慢。什么是慢？慢就是傲慢，是比较心，也就是我们世俗常说的爱面子，输人不输阵。我们华人社会把面子看得比天还大，每逢过年过节、亲戚聚会，本该是温馨团圆的时刻，现在却常常变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大家围在圆桌旁，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嘴里吃着佛跳墙，暗地里却在互相较劲，比谁开的车好，比谁买的房子大，比谁的儿子年终奖金领得多。
甚至连孙子读哪一所幼儿园，考了第几名都能拿出来比。还有一位女性朋友，大家都叫她王大姐。王大姐今年65岁了，先生走得早，她靠着在市场卖菜，辛辛苦苦把独生子拉拔长大。儿子很乖巧，在一间普通公司当行政人员，薪水虽然不高，但为人老实，对母亲也很孝顺。王大姐原本日子过得很知足，可是每到农历新年，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。王大姐有个大姑，家境很不错，儿子在科技业当工程师。每次亲戚聚会，大姑总是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的金项链，炫耀儿子又给她包了多少钱的红包，然后转过头来，用那种同情又带着优越感的语气问王大姐：哎呀，你儿子一个月才赚那几万块，在台北怎么活啊？将来怎么娶老婆啊？你这个做妈的，老了以后要靠谁啊？王大姐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为了不让亲戚看扁，为了争一口气，她开始打肿脸充胖子。她明明手里没有多少存款，却在过年的时候硬是去借钱，给大姑的孙子包了8000块的大红包。她明明平时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却花了大半个月的菜钱去买了一个名牌包的仿冒品，就为了在聚餐的时候提在手上。结果呢，大姑收了红包，背地里却跟其他亲戚嘲笑王大姐，说她一个卖菜的还学人家拿名牌，肯定是假的。王大姐知道后崩溃大哭，她看着自己因为常年卖菜而变形的手指，看着儿子因为帮她还债而日夜加班的疲惫身影。她问我：师父，我只是想争一口气，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瞧不起，我错了吗？我握着王大姐的手，告诉她：大姐啊，你这口气真的太冤枉了。在佛法里，我们说面子是世间最虚幻的东西，面子就像一件吸了水的棉袄，穿在身上冷，脱下来又怕难看。你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你的人，去透支你真实的生活，这就像是拿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真金白银去买别人嘴里的一口废气，这不是太傻了吗？宋代有一位大文豪叫做苏东坡，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。有一天，他觉得自己修行得很不错了，就写了一首诗，派人送给江对岸的佛印禅师。诗里写着：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这八风指的就是世间的称赞、讥讽、荣誉、毁谤等等。苏东坡觉得自己已经修到了心如止水，不会被任何外界的评价影响了。佛印禅师看完，在诗的旁边批了2个字：放屁，然后叫人送回去。苏东坡一看，气炸了，立刻搭船过江，要找佛印禅师理论。佛印禅师站在岸边，笑着对他说：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？怎么一屁就被打过江了呢？各位朋友，我们很多人就像苏东坡一样，别人随便一句瞧不起的话，别人一个炫耀的眼神，就像一阵风，瞬间就把我们心里的平静吹得东倒西歪。我们为了证明给别人看，付出了金钱，付出了健康，甚至破坏了自己家庭的和谐。人到晚年，你的生活是过给自己看的，不是过给亲戚看的。别人开双臂轿车，你骑脚踏车，只要你心里踏实，吹着晚风一样很自在。别人吃山珍海味，你吃粗茶淡饭，只要你身体健康，消化得好，那就是最大的福报。面对那些喜欢攀比、喜欢用言语打压你的亲戚，你最好的反击，不是去借钱装阔，也不是去跟他争辩，而是笑一笑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：你过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放下攀比的心，脱下这层像吸水棉袄一样沉重的面子，
你才能活出晚年真实的轻松与自在。聊完了慢，我们再来谈谈执。执就是执着，是心里死死抓着一幅美好的画面不肯放手。在我们台湾的老一辈心里，常常有一种大家长情节，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大哥，大子就有义务要把整个家族凝聚在一起，总觉得只要逢年过节大家能坐在一起吃顿饭，拍张大合照，这才叫做圆满。为了维持这个圆满的假象，很多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。我有一位朋友赵伯，他是家里的长子。赵伯一生劳碌，非常重视家族观念，每年中秋节、农历新年，他都会自掏腰包订最好的餐厅，把所有的弟弟妹妹、侄子、侄女通通请来吃饭，甚至每年还会出钱招待一大家子人去南部包栋民宿旅游。他这么做为的不是别的，就是想要享受那种大家长被簇拥、被尊重的感觉。他以为只要他不断地付出金钱和心力，这个家族就会永远团结，弟弟妹妹就会永远敬重他。可是人心是会变的，也是容易被惯坏的。刚开始几年，亲戚们还会说声谢谢大哥，到了后来，一切都变成了理所当然。有一年，赵伯因为手头有点紧，订的餐厅稍微普通了一点，结果在饭桌上，他的弟媳妇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抱怨：大哥，今年的菜怎么这么差，海鲜都不新鲜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还不如在家吃泡面。其他亲戚不但没有帮赵伯说话，反而跟着附和。那一顿饭，赵伯吃得如同嚼蜡，心里都在淌血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前年赵伯生了一场大病，住院住了大半个月。那些每年吃他、喝他、拿他的亲戚，竟然只有一个弟弟买了一篮水果来看他，待不到10分钟就匆匆走了。还有一个侄女打电话来，不是关心他的病情，而是问他：大伯，你住院了，那我们今年过年的家族旅游还要不要办啊？赵伯出院后来到我的道场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哭得像个孩子。他说：师父，我花了一辈子的心血，想要维持一个大家族的温暖，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是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我递给赵伯一杯热茶，轻声对他说：伯伯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句话，叫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心里那个兄友弟恭、一团和气的大家族，其实只是一个虚妄的幻影。你是在用你的金钱去勉强买一段已经变质的关系，你执着于大家长的身份，结果却被这个身份绑架了你的晚年。各位朋友，树大分枝，人大分家，这是世间不变的规律。兄弟姊妹各自成家立业之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重心，有自己的柴米油盐要顾。亲戚之间的缘分本来就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淡，这不是冷酷，这就是真实的人生。我们到了晚年，一定要学会接受人走茶凉的现实，要学会放下对完美家族的执着，不要再去勉强把一群三观不同、生活习惯不同的人凑在一起，不要再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，去委屈自己、掏空自己。真正的亲情是不用靠金钱来维系的，会在乎你的人，即使只是在街角一起吃碗阳春面，也会觉得温暖。不在乎你的人，就算你请他吃满汉全席，他也会嫌弃你的碗筷不够干净。把紧握的双手松开吧。当你不再执着于做一个完美的大家长，不再强求亲戚之间的热络，你会发现，你的肩膀瞬间轻松了，你的世界瞬间安静了，你的时间和金钱终于可以拿来善待那个操劳了一辈子的自己。放下攀比的面子，
看破虚妄的执着。当你能够勇敢地远离这些消耗你的关系，你才算是真正懂得了晚年的活法。那么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呢？别担心，我今天不教你们艰涩的经文，我们来点实在的。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，你今天看完影片，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。只要你愿意照着做，就等于给自己的心穿上了一件防弹衣。第一个微行动，我们叫它语言的缓兵结界法。人到晚年，反应不如年轻时那么快。遇到亲戚突然开口借大钱，或是用长辈的身份逼迫你做为难的事，你当下很容易脑袋一片空白，最后只好委屈答应。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千万不要当下做决定。我教你一句护身符，你只要笑笑地对他说：哎呀，这件事比较大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脑筋转不过来，我也做不了主，我得等孩子下班，或者跟家里的老伴商量一下再说。这在兵法上叫做缓兵之计，把时间拉长，你的理智就会慢慢回来，对方的气焰也会跟着弱下去。如果事后对方还继续死缠烂打，你就把底线踩死，温和地告诉他：我跟家里商量过了，我的老本都绑在定存里，还要留着以后看病买药用，实在是爱莫能助啊。记住，语气要像春风一样温和，但态度要像石头一样坚定，让对方知道你的善良是有底线的。第二个微行动，LINE 群组的静音结界法。现在的手机很方便，但有时候也是最折磨人的东西。很多长辈的手机里都有好几个家族 LINE 群组，里面每天除了传早安图，最多的就是亲戚间的闲言闲语，互相比较。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物理修行，那就是善用手机的静音功能。对于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群组，或是动不动就对你情勒的亲戚，直接把他们的讯息设定成静音，不让手机跳出通知。你一天只看一次，甚至2、3天看一次就好。如果真有急事，对方自然会打电话找你。如果不打电话，那就代表根本不是什么大事。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不烦。不要让别人的闲言闲语随时随地入侵你的生活。把手机放下，去公园散散步，去泡一杯好茶，把你的注意力重新拉回自己身上。切断不必要的连结，就是保护你晚年能量场的最好方法。第3个微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扫心法。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，坐在床边，闭上眼睛，花3分钟的时间为自己的心做一个大扫除。你可以慢慢的深呼吸，想象你的心原本是一间非常干净明亮的空屋子，白天那些让你生气的亲戚，那些刺耳的闲言闲语，那些烦人的要求，就像是屋子里沾上的灰尘和泥巴。现在想象你手里拿着一把很大很柔软的扫把，随着你每一次的吐气，你就把这些灰尘一点一滴地往门外扫。你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：今天的事情今天了结，别人的业障别人自己担，我的心只装清净，不装烦恼。把你心里的空间扫干净了，就把那扇心门轻轻关上，把它们通通挡在门外，然后安安稳稳地躺下，睡个好觉。修行不是一定要跑到深山里敲木鱼，真正的修行就是在这柴米油盐亲戚往来之间，替自己画出一道道保护的界限。今天就试试这3个小方法，守护好你的清净心吧。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，我知道要你们立刻放下，心里难免会有些拉扯。很多人到了晚年，总觉得舍不得断掉亲戚关系，总觉得血浓于水，逢年过节不走动，
好像就断了根，怕被别人说闲话。可是我想告诉你们，真正的根从来不是那些只会消耗你、伤害你的亲戚，真正的根是那些真心待你、珍惜你的亲人，是你自己内心深处那份不被打扰的清静，远离那些无底线索取、搬弄是非、道德绑架的亲戚，绝对不是冷漠，也不是断了血缘。相反地，这是一种清醒，一种大智慧。当你划清了界限，不让对方继续对你勒索，你就是斩断了对方造业的机会，这就是慈悲。当你守住了老本，保护了身边真正爱你、需要你的老伴和子女，不让他们跟着受委屈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这辈子，我们为了家庭，为了生活，已经辛苦了大半生，吃过苦，也受过伤。到了晚年，我们拼的不再是财富，不再是面子，我们拼的是心安理得，拼的是宁静自在。心不狠，则不安宁。这里的狠，不是残酷无情，而是对自己负责的坚定，是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，留给陪你一生的伴侣，留给孝顺懂事的孩子，留给懂你、珍惜你的老朋友。这才是晚年最好命的活法。相逢即是有缘，今天你能点开这支影片，耐心地听到这里，就代表我们结下了一段善缘。你也正在走向清净无碍的道路上。我想邀请你，现在就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，为你自己、为你的家人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。你可以写愿我晚年清净自在安宁，或者是简单的一句放下执念，善待自己。请不要小看这一句话，几个字的力量，当大家都在这里留下善念，这里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正向磁场。这个温暖的磁场会把满满的福报与清净真实地回向到你的生活里，保佑你岁月静好。愿每一位步入晚年的朋友都能远离纷争，远离是非，远离伤害。愿你们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，拥有清净的内心，安稳的晚年，笑看夕阳，无牵无挂。阿弥陀佛，祝大家平安喜乐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内心有一点点的启发和帮助，我希望你能动动手指，为这支影片点个赞，并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。这不仅是对我们的一份支持，也能让这份佛法的善念传递给更多正在为人际关系烦恼的朋友。未来我还会继续在这里和大家泡茶谈心，分享更多让生活自在安宁的智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